被忽視的社交終點線。大家好，歡迎回到30天社交自如計劃的第14天，我是John。前幾天呢，我們聊了如何破冰，如何接話，如何應對攻擊。但很多同學跟我反饋了一個最折磨人的場景，聊得差不多了，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走，怕突然打斷對方顯得沒禮貌，怕編造的理由比如去上個廁所太拙劣，結果在洗手間門口撞見更尷尬，怕對方太熱情，自己一示弱就被對方強行拉住再聊半小時。很多人覺得離場是禮貌問題，其實不然，這是情商。高情商的人往往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時間，他們既不會讓對方感到被冷落，也不會讓自己陷入無聊的社交。高情商的人是如何優雅的拒絕別人邀請的？他們通常會說，非常感謝您的款待，不過我真的有點事要去做，或者謝謝你今晚的熱情款待。這句話很妙的地方在於，我有事要做這個理由是充分且合理的，不會給人以敷衍之感。真的而之又把語氣加重，讓對方知道你不是隨口找借口搪塞他，而是確實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不得不拒絕他的邀約。其實高明的拒絕從來都是給足對方台階下，而不是讓他覺得你在跟他玩消失。那怎麼辦？別慌，心理學中有一個著名的風中定律 Peak and Rule。人對一段體驗的記憶有兩個因素決定，一個是過程中的最強體驗峰值，另一個是結束時的感覺終值。如果詳細一點，就是人們對於一段經歷的記憶是由兩部分組成的，第一是這個經歷當中最滿意的部分，第二則是最後幾分鐘的感受。所以一場糟糕的社交只需要幾分鐘就能逆轉，這就意味着即便你前面聊得再投機，如果結尾處你表現得支支吾吾，眼神躲閃或者急於逃命，對方對你的最終印象就會定格在怪異和不真誠上。相反，一個完美的離場能讓平庸的談話瞬間升華。如果你總是在飯局酒桌上喝多了才被迫離席，或者被人拖着一直閒扯到散場，那你一定要學會今天這一課高情商離場術。哦，對了，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，請訂閱我的頻道，我會分享更多有意義的內容。感謝大家觀看，那麼開始今天的內容。之前說過，心理學中有一個著名的風中定律，這意味着，即便你前面聊得再投機，如果結尾處你表現得支支吾吾，眼神躲閃或急於逃命，對方對你的最終印象就會定格在怪異和不真誠上。相反，一個完美的離場能讓平庸的談話瞬間升華。海星理論，社交離場的能量守恆。在進入技巧之前，你要明白，離場不是對對方的拒絕，而是對這段談話完整性的維護。好的離場應該滿足3個要素：一、認可肯定剛才談話的價值； 2. 錨點，給出一個客觀的而非針對對方的離開理由； 3. 連接，留下一個未來的預期。第一個技巧就是任務導向法，你可以提前想好自己離場的理由，比如說還有別的會議要參加，或者今天約好了跟朋友吃飯，又或者是家裡有些事情需要處理等等。總之啊，就是要把自己即將離開這件事合理化，並且要讓別人覺得你是出於無奈才不得不離開，這樣就不會讓人感到尷尬了。當你身處一個多人社交場合，你的目標是流動而不是定居。操作邏輯，利用現場的客觀需求作為離場錨點。高情商話術，和你聊這段關於 AI 趨勢的見解真的很有啟發。認可，我剛才看到主辦方的張總在那邊，我得過去跟他打個招呼，因為我們有個項目正要對接。錨點，咱們換個微信，回頭詳細聊。連接，深度解析，這裡的關鍵是具體的第三方目標。如果你說我去轉轉，對方會覺得你厭倦了他。如果你說我要去找張總聊項目，這是一種職場上的正當性，對方不僅不會生氣，還會覺得你社交非常高效。第二個技巧呢，是社交引薦法。這個方法特別適合那種大型聚會，你可以找一個合適的時機，對身邊的人說，很高興認識大家，我跟李總很熟，如果你們感興趣的話，可以去我們公司找他聊聊，然後你就可以借着介紹別人的名義，自然而又體面的離開現場了。這是社交高手最溫柔的一招，我不丟下你，我把你托付給更合適的人。操作邏輯，尋找第三人加入，並在加入後順勢退出。步驟拆解，看到熟人 A 招手示意騎過來，向對方介紹 A， 這是我朋友 A， 他是做設計的大牛，正好剛才咱們聊到審美。當 A 和對方開始搭話時，你輕拍對方肩膀，你們先聊，我是陪一下去拿杯飲料回見。深度解析，你不僅成功離場，還為對方拓展了人脈。這種利他性離場是社交禮儀的最高境界。第三個技巧呢，叫亮點回顧法。這個方法適用於那些對你很重要的人。你可以這樣對他說，今天跟你聊天真的很開心，我們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以後有機會的話，我們可以多在一起交流。這是針對有深度談話的完美收尾。操作邏輯，總結談話中的一個高光時刻，以此作為結束信號。高情商話術，
今天和你聊下來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提到的那個社交邊界感的觀點，真的幫我打開了新思路。總結高光，帶着這個收穫，我得先回去復盤一下了。今天聊得非常盡興，咱們下次再約。深度解析，為什麼這招有效？因為它滿足了人的被認同感。當你準確說出對方的一個觀點時，對方會覺得你真的有在聽。這種情緒上的滿足感會沖淡你離開帶來的失落。你看，這句話既誇獎了對方，又強調了你們之間共同的興趣愛好，而且還給未來留下了更多見面的機會。這樣一來呢，既能滿足對方的虛榮心，又能讓他感受到你的真誠，從而加深彼此之間的感情。當然了，除了這些方法之外呢，我們還要培養自己的同理心，設身處地的為他人着想，這樣才能收穫好人緣。好的，我們回來。第4個技巧就是物理信號預判法。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？和朋友聚會結束的時候，你很想早點回家，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說。這時候你就需要一個物理信號來幫你了。比如你在手機上定一個鬧鐘，然後把手機放在桌上，或者假裝給手機充電。再比如，你可以突然想起自己忘了帶什麼東西了，於是起身去拿。還可以找個借口說要出去透透氣啊，上個廁所什麼的。總之呢，就是要給自己制造一些可以提前離開的借口。離場不應該只是語言上的，更應該是身體語言上的。非言語動作排練，身體重心移動，原本前傾聽講的身體逐漸坐直，重心微向門口傾斜，整理隨身物品，輕輕握住咖啡杯，拿起手機或整理一下外套。這些微動作在心理學上是意向動作，會提前給對方的潛意識發送談話即將結束的信號。眼神環顧，視線不再100%鎖定對方，而是開始有節奏的觀察周圍。深度解析，如果你突然拋出一句我要走了，對方會感到突兀。但如果你先做了30秒的物理鋪墊，當你說出失陪時，對方的心理預期已經建設完成了。第5個技巧就是設置應時線。如果你是一個時間觀念比較強的人，並且對方也是一個守時的人，那就可以試試這個方法哦。比如說你們約好晚上8點見面，那你就在心裡告訴自己一定要在9點前結束約會，這樣你就會很自覺地把握住聊天的話題以及節奏，不會出現冷場尬聊的情況，從而提高約會效率。這種有計劃性的結束方式，比起那種拖泥帶水的告別更加讓人舒服。最好的離場術是在談話開始前就埋下伏筆，操作邏輯，聲明開始及宣告結束。高情商話術，太好了能碰到你，我正好有10分鐘時間，咱們聊聊上次那個方案。離場時大家一看時間10分鐘正好到了，我接下來那個會要開始了，咱們今天先到這兒，下次專門約時間深聊。深度解析，這叫預期管理。你不是因為聊得不開心才走，是因為時間表要求你走，這把社交壓力從你個人身上轉移到了客觀的時間限制上。第6個技巧就是應對粘性人格的終極方案。如果遇到那種特別想跟你待在一起的人，你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來測試一下他對你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。比如說，你可以說，哎呀，我們倆還是分開玩比較好，或者說，我覺得咱們還是不要天天膩外在一起了吧。如果說他真的喜歡你，那麼他一定會覺得你的話很有道理，而且會主動提出分開的建議。但是如果說他根本不在乎你的感受，甚至還會生氣發脾氣，那說明他就是把你當成了備胎。這種人啊，不值得你浪費1分鐘的時間。總會有一些人，你用了以上所有技巧，他還是拉着你袖子不放。這時候，你需要溫柔而堅定的斷裂。3步走方案，打斷並確認。不好意思，我得打斷你一下，直接切斷對方的語流，給出不可抗力。我必須去處理一個緊急的事情，或者我答應了朋友幾點集合，強制性結尾。咱們微信保持聯繫，走了，拜拜。說完直接轉身，不要等待對方回應。核心心法，記住，你不需要為對方的社交無能、缺乏邊界感負責。此時的果斷是對雙方時間的尊重。2. 不同圈層的離場差異化策略。1. 職場離場，重點在於工作交辦。離開時說，那這件事就按咱們剛才說的辦，後續我會郵件發你。2. 親友離場，重點在於情感補償。離開時說，媽，我先回去了，下周那個紅燒肉我還沒吃夠，下周我還來。3. 陌生人離場，重點在於禮貌一致性，無論聊得好壞，保持同樣的微笑頻率離開。最後呢，給大家講一講不同圈層的離場差異化策略。第一種呢，是你不想參加的酒局，那就別不好意思了，直接拒絕就好。第二種呢，是你不想繼續的戀愛，那就直截了當的跟對方攤牌吧。第三種呢，是讓你不舒服的朋友圈，那就果斷退出。第四種呢，是讓你心生厭惡的工作場合，
那就趕緊想辦法換工作。記住啊，真正屬於你的圈子一定是舒適而愉悅的，千萬不要為了所謂的面子而委曲求全，那樣只會讓你的人生越來越糟糕。社交不是一場耐力賽，而是一場接力賽。學會優雅地交出你手中的這一棒，才能在下一次見面時擁有更好的起跑姿勢。今日作業，在接下來的社交活動中，嘗試使用亮點回顧法，在離開任何一個對話前，明確指出對方說的最好的一個觀點，觀察對方在那一刻的表情變化。歡迎在評論區分享，你遇到過最讓你無法脫身的社交瞬間是什麼？我們一起在評論區尋找最體面的解藥。如果你喜歡這期內容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並點亮小鈴鐺。本頻道主要分享人際交往、親子關係、戀愛關係之間的處理方法，並且每週1、3、5都會更新視頻。謝謝大家的觀看，那我們下一期見，拜拜。